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做到了顶级。作为一个主持人，他主持的欧普拉脱口秀是世界上最受人关注的脱口秀节目，每周吸引3300万名观众。作为一名商人，他控股的哈普娱乐集团为他创造了10亿美元的财富，他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在媒体界有个词叫欧普拉效应，用来特指欧普拉带来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甚至专门开了一堂课，专门用来研究她，可见这个女人有多么成功。可是你知道吗？这么一个成绩卓越的女人，在10岁到14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滥交女，还在14岁那年怀孕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少女，却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那么她是如何实现自我救赎的呢？欧普拉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而这一切的不幸都要归功于她的母亲维妮塔里。维妮塔里是一名女佣，怀上欧普拉的时候，她还未成年，赚钱去了，把她留给自己的父母抚养。外婆对这外孙女并不待见，毕竟这个女娃娃出生的不是那么光彩，一家人本来就不富裕，还要抚养这个小生命，这让外婆对欧普拉的意见更大，经常对她又打又骂。从很小开始，欧普拉就已经学会了怎么才能好好的生活下去。日子和米尔沃基的母亲接到了身边，不过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宠爱。母亲居住在贫民窟，依旧给别人当女佣，赚取一些廉价的费用。母亲在这里生活的并不好，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另外，她依旧滥情，交往的男朋友一如既往的不靠谱，别说当成人生依赖了，不压榨她都不错了。在这样的情况，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日子可以想象的艰。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以后，在贫困的矿区一带当起了理发师。当年维妮塔里与其一夜风流之后，便有了欧普拉，所以两人并没有结婚。弗农文弗雷最初也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他也不会有人生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了。维妮塔里在把女儿送走还不到1年的时间，他就想女儿了，又把自己的女儿接到了自己身边。9岁的欧普拉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一日，他正在家中玩耍的时候，他的一个堂哥来了，对他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欧普拉多次遭遇各种各样的骚扰，这其中有他的亲人，也有他的朋友，以及他母亲的男朋友。维妮塔里感情上无疑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生下的几个孩子全部都是私生子，这对未来欧普拉的感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次次的侵犯之下，欧普拉堕落了，她开始滥交、吸地、酗酒，整个人成为了一名问题少女，更是在14岁那年就怀孕了，这让维妮塔里大为头疼。这时候她已经无法管教欧普拉，索性她又一次把女儿送到了父亲那里，看着自己已经怀孕的女儿，弗农文弗雷生气极了，同时他也非常心疼自己的女儿。经过一番思量之后，他决定让女儿生下这个孩子。不过因为欧普拉的纵欲、酗酒，导致这名婴儿身体素质不是很好，仅仅生存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夭折了。不过那时候的欧普拉并没有太多的伤悲，一个14岁的女孩还没有意识到什么被父亲重新送回学校的她，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问题，该怎样成为一名好学生？不爱上班的人们不也是日复一日的工作8小时，风雨无阻吗？当然强迫并不足以改变欧普拉的一生，还需要她自己上进，自己努力争取，才能达到她现在的成绩。而他的运气也十分不错，刚回到校园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就遇到了一次逆转人生的机遇。同样他也是超凡的演说家。1969年，杰西·杰克逊去欧普拉的学校演讲，他是继马丁·路德·金之后黑人又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精神领袖。这句话可以说直接改变了欧普拉的一生。偶像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人这一生选择对一个正确的偶像非常重要，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欧普拉便是如此。从那以后，欧普拉开始努力学习，还爱上了演讲。短短的2年时间，她就完成了从问题少女到优秀学生的转变。从这方面来讲，也可以看出欧普拉也是一个天赋不错的小姑娘，这也为她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当然，这并不代表欧普拉的主持之路就一帆风顺了。作为一个黑人，她的路尤其难走，
16岁那年，因为一个偶然，他成了一名播音员。在这年，他去一家电台参观，在主持人的怂恿之下，他坐在了话筒前，读了一段稿子。完毕之后，主持人惊讶极了，特意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老板。就这样，欧普拉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也正是这份工作，他爱上媒体。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就在那里，所以在19岁那年，欧普拉成为电视频道第一名黑人记者。这样的成绩，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然而骄傲的背后也有苦楚，在担任记者的同时，他也兼职主持一个晚间新闻节目。他的言辞犀利，观点明确，经常会跟着节目内容而大喜大悲，这对于一个客观公正的主持人来讲，明显不合格。欧普拉也因此饱受非议。另外，他貌不惊人的长相也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为此欧普拉不得不走进整容医院的大门，可是医生却把他拒绝了，理由是欧普拉长得太丑，没有可塑性，这对他来讲无疑是一个羞辱。争议越闹越大，电视台不得不采取措施，把欧普拉调到一个早间节目，人们在说话，主要采访一些名人。最初欧普拉也很害怕，毕竟自己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那些大名人凭什么和自己说话呢？这时候他采访了一个人，从而给了他信心。这个人的名字叫罗宾·威廉姆斯，也是死亡诗社中老师的扮演者。在两人谈话的过程中，罗宾·威廉姆斯风趣幽默，同时又不拘一格，与传统的采访套路不同，他经常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这让欧普拉耳目一新。原来采访节目可以这样做，一扇新鲜的大门在他面前缓缓打开。另外，欧普拉对猫王前妻的采访也给了他信心。在采访前，猫王前妻的经纪人明确表示，在采访的时候千万不要问关于猫王的问题。不过在采访的时候，欧普拉问了，而他也回答了，由此欧普拉确定了自己的主持风格。另外，他思维敏捷，在采访的过程中能够敏锐地抓住采访者的情绪波动，从而把话题往最有吸引力的方向引导。这样的风格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人们在说话的收视率越来越高，因此欧普拉也第一次实现了阶级跃迁。1984年，芝加哥美国广播公司以23万美元的年薪把他挖到了旗下，主持节目《芝加哥早晨》，同样收视率爆棚，欧普拉也因此在全美走红。第2年，这个节目更名为欧普拉温弗雷秀。第3年，欧普拉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拥有欧普拉温弗雷秀的全部版权，并在全美播出。不久之后，就成为脱口秀的王牌节目。这档节目持续1/4个世纪，邀请过3万个嘉宾，拥有累计超过100万的现场观众，电视观众遍布世界近150个国家，拿过48座艾美奖，当然也为他带来巨额财富。不过相比他事业上的成功，他的感情却一言难尽。幼年不幸的经历直接影响了欧普拉的感情。17岁那年，他喜欢上了一个男人，对方是一名瘾君子。为了和这个男人，他不惜去碰地品，可惜最后无疾而终。27岁的时候，他又爱上了电台 DJ 蒂姆沃兹。这段感情他付出很多，然而这个男人却是一个渣男，早就已经有家室，让欧普拉大受打击，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31岁的时候，欧普拉又处了一个比自己小7岁的男朋友，她还让这个小男人搬进了自己的家里，还向这个男人求婚了。可是对方却告诉她自己还小，不想结婚，同样无疾而终。直到1986年的一次活动中，欧普拉遇到了斯特德曼格雷厄姆，也正是这时候欧普拉爆红。她14岁生过一个孩子的事情被亲近的人爆出，对欧普拉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幸好有斯特德曼格雷厄姆在她身边，才让她度过了那段时日。经过多次感情失败，欧普拉看明白了，尽管斯特德曼格雷厄姆早在1996年就已经向她成功求婚，但是两人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两人一直幸福的生活着。欧普拉表示，斯特德曼格雷厄姆已经成了她最好的搭档，她已经离不开了他。当然，欧普拉也有自己的遗憾，那就是一直没有孩子，这与欧普拉的童年经历有直接关系。她不认为自己会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能够把孩子成功教育成才。无论如何，欧普拉能从一个堕落的黑人女孩成长为一个对美国有深远影响的巨星，这已经是一个传奇了。
它间接影响了30%美国人的成长。去年4月，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发布，欧普拉·温弗雷以27亿美元财富位列榜单第1174名。人们常说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有些人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他们的人生画布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人给弄脏了，从而造成了一生的阴影。可是在你的人生里，你才是那个控制画笔的人。希望那